我们现在开始直播哈，先给大家看一段画面。这段画面呢是普京抵达北京之后，在北京机场的现场画面。到现场迎接的呢是盛一勤国委员，中共的国委员。好，画面呢给大家看到这儿哈。那普京呢是正好压在5月20号赖清德宣誓就职之前到北京访问。习近平这边呢也正好是刚刚结束了欧洲之行，然后呢马上跑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哈，然后接着跟普京进行会面。这一切的时机呢都搞得非常的耐人寻味。在赖清德就职之前，普京到北京访问，那势必中共有对台湾施压的意图，宣示中俄两边的这个联盟哈。那习近平这边呢，他刚从欧洲回来，在欧洲那边呢，他强调要跟欧洲搞好关系，要做朋友不做敌人。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儿，都是欧盟国家、欧洲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跟普京，所以呢，习近平到欧洲并没有特别受到欢迎。那可以说呢，除了法国、塞尔维亚还有匈牙利这3个比较亲共，也比较否定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这3个国家之外呢，其他国家对习近平基本就是不待见的一个状态。而这3个国家呢，也并不是所有的都对习近平很欢迎。那特别是在法国呀，习近平在当地很多法国官员，包括法国的议员，对习近平呢也是持两样的态度跟马克龙政府并不一致。所以呢，这一次普京到访，那两边呢，相对于欧洲来讲呢，那算是有一定程度的默契，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不过呢，两个人也是各自有心中的算盘。我们今天直播中都会跟大家讲到。先说普京是5月16号和17号访问中国哈。那么他是16号凌晨乘坐专机到了北京，现场迎接他的呢不是什么高官，而是中共的国务委员，叫做盛一勤，他以前呢是贵州省委书记。其实呢，这个人能够去迎接普京，外界都很惊讶哈。我可以给大家边放这个 video 边跟大家介绍，大家都比较惊讶，为什么是盛一勤这个人？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申一勤刚刚传出，他可能呢会被拿掉国务员的头衔，继秦刚之后，可是呢这一次他又代表习近平出来迎接普京，而且这个人呢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头衔，除了国务员之外，而且他还不是副总理，他在副总理之下的国务员哈。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头衔呢就是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这是他具体职务。他被安排在这个位置，那之前呢，很多专家呢也都分析是习近平的权宜之计。所以说呢，习近平等于是派了一个任职妇联主席的一个国务委员去迎接普京。妇联主席迎接普京，这卖的什么药啊？大家知道，普京到中国也算是国事访问了，是吧？那往往呢，如果说想呈现出对对方的尊重，那一般来讲呢，都会派出比较高级别的官员，至少是外长，对不对？那外长呢之外，可能呢还可以派出副手，比如说美国呢，如果迎接什么非常重要的国外的这样的宾客，他可能会派出副总统，甚至是夫妻2个人一起去迎接，以表示自己的这个尊重，表示自己的这个欢迎。那如果说习近平对普京充分的尊重，充分的要对他展示这种友好，特别是如果真像两边说的那样关系是无上限非常好，简直就是说如胶似漆，如甜似蜜。那真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们知道，那么几乎就没有什么壁垒哈。你
普京到了北京之后，那习近平必然会以最高规格去迎接。也许习近平不亲自去，也派出李强啊，或者派出你起码王毅要出现吧，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官都可以去迎接。但是派出慎怡勤，这外界普遍都看不懂哈，派出这么个人。所以说，唯一的解释就是说呢，习近平可能在这一点上呢，他是在向普京呢，也在展示自己的某种态度。中俄关系呢，并不像表面上宣称的那样的紧密，所以呢，有《华尔街日报》它也刊登出一个消息，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报道，就讲啊，普京呢，他跟中共的这个关系可能现在已经出现了微妙的转变。以前呢都说俄爹俄爹啊，俄罗斯是中共的爹，现在呢可能俄罗斯呢渐渐的变成了小弟，因为没办法，在乌克兰这样一个消耗战上，俄罗斯砸进去太多东西，在西方国家普遍的围剿之下啊，俄罗斯经济呢命悬一线。那么中共呢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中共呢也是借此机会乘虚而入，这也是中共最擅长的，来提供给普京这些他所需要的东西。那跟魔鬼做交易，你想想，那后果是什么呢？我在去年4月的节目里边，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当时是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我说普京啊，他是赌上了俄罗斯的国运，跟习近平在做交易。现在来看呢，我这话当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那么现在来讲呢，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还有经济，整个的生命线呢，被习近平死死的拿捏着。如果不是说死死的拿捏着，起码也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时半会儿啊，几年，未来多少年，他想转向都转不了。那这些细节呢，我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具体介绍。那普京这一次呢，到了中国呢，像我刚才说的啊，他是派出慎怡勤来接待他，其实呢，是因为中共这边呢，反而对普京这边有更多的筹码、更多的选项。其实他们之间也是互相之间有内部的算计哈，包括他们在商讨一个石油管线。那中共这边呢，可能希望俄罗斯这边再压价啊，所以呢，他在一些细节的安排上，可能对普京呢都是有一种心理暗示，希望呢他能感受到中共给他这个友好中又带出这种压力。其实就是这样，双方表面上对外界来讲好像很团结，其实呢背后也是机关算尽哈。那普京呢，这是他就任了新的总统任期之后啊，第一次到外国访问，选择中共。那么按照这个行程安排呢，16号他会跟习近平进行会谈。那么在期间呢，两边呢会谈到可能是中俄建交75周年，对不对？然后谈到双边关系，谈到一些合作。那最主要的会谈什么呢？要谈到他们两边如何继续合作来削弱美国的力量，为世界其他的这个国家呢提供改变世界秩序的一个替代方案。那这个是中俄我们概括而言呢，这两边会谈的一个核心。那么在会见习近平之后呢，普京还会去见李强，这是现任的中共总理嘛。那么到周五的时候，普京啊就要去转往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去参加当地举办的第8届俄中博览会。那这是5月16号开始啊，一直到5月21号，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已经有好多年了。那这次又举行一次，据说呢，中俄双方的出展的这些商人呢，展出的东西还挺多，大概有5000种商品啊，可见啊，中俄之间这种交易其实是非常密切的。那么在这之后呢，还有什么俄中的区域合作论坛呢？还要跟这个中共的副主席韩正、黑龙江省的省长啊，都进行一些短暂的会面。然后普京呢，还要向什么前苏联的战士纪念碑献花圈啊，参观当地的教堂啊，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啊，这都是普京的行程。此外呢，在结束中国访问之后啊，普京还会去朝鲜，也有可能哈。那么，金正恩呢是本月呢多次在现场指导他们国内的军工工作，检查武器系统的研发情况啊。在5月10号的时候，金正恩呢检查了240毫米火箭炮系统，观摩火箭炮的试射。在5月11号到5月12号的时候，又去了多家军工企业，还亲自试驾了火箭炮车，测试它的一些武器啊，包括这个新研制的狙击步枪啊，
还有对这个联合的导弹部队的部署啊进行了检查，包括他们导弹部队部署的战术飞弹系列啊，这些东西他都会进行了检查，是在5月14号进行的，刚刚结束。那么金正恩为什么在这个期间呢，普遍的去朝鲜的军工厂如此活跃的去检查呢？那么很多人呢，普遍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因为呢，金正恩想借这个机会向普京推销他的武器，那么所以呢，他走访这兵工厂呢，去检查装备啊，到时候好向普京介绍。那这是普京整个到中国行程啊，他因为朝鲜行程是他到中国行程的另外一部分哈，所以整个他大概的情况就这样啊。那么其实呢，普京到中国来呢，也是很多次了，我可以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哈。那第一次呢，在我指的是最近10年，习近平上台以后，普京到中国访问的行程。那第一次呢是2014年5月，那普京是进行国事访问，在上海出席了什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那么到了2014年的11月啊，普京又到中国来了啊，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那么到了2015年9月，普京呢又出席了什么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啊7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2016年6月、2016年9月、2017年5月，那普京呢又分别到中国来。2017年9月，那普京又到了中国厦门。那么2018年6月，普京呢又去了中国上海，跟习近平呢去互动。那么习近平当时给了普京一个叫做友谊勋章。那么2019年4月疫情前哈，这普京疫情前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出席了一带一路的这个高峰论坛。那么到了2022年2月，普京呢是又到了中国，当时呢正好是俄乌战前夕，那出席了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后来呢，就是2023年10月，就去年10月，那普京呢又到中国参加了第3届的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所以呢，他差不多有10几次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啊访问中国。那么在这时候呢，中共的党媒呢就不断的在吹捧啊，OK，你看我们中俄关系哈，普京这么多次来中国访问，普京这边呢也是借坡下驴啊，给习近平贴了很多金子啊，讲的 OK，我们的关系如何好啊，所以呢才把这一次他作为新当选了总统之后呢，再一次出访，把中国作为了第一个访问的对象。普京啊讲了很多好话，但好话归好话，那普京承受的痛啊也是相当多的。那么他到底怎么样呢？其实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报道。那么我们从中呢就能看到，普京呢，包括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后他经历的痛楚，包括中共趁火打劫，让俄罗斯到现在变得多么不堪。在表象之下呢，中俄关系呢并不平等。那么根据一个叫做塞尔亚斯的数据这个机构它提供的信息哈，中共呢它现在占俄罗斯整个贸易的差不多是33%，俄罗斯整个对外贸易中共占33%，这非常大的数额哈。那俄罗斯占中共国多少呢？只占4%。而且呢，中共呢，它持续的给饱受制裁的俄罗斯啊提供很多非常重要的支持，包括像俄罗斯出口电子产品呐、出售什么你日用品啊，包括洗衣机什么的，还有农用品，像拖拉机等等。而且呢，对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呢，中共帮助也非常大。它为俄罗斯提供什么光学的、微电子的、无人机的发动机啊，还有很多别的材料的重要的一些原料。都是中共提供的，等于是在战后啊，就是战争期间吧，俄乌战争期间，替俄罗斯呢又建立了一整套的战争机器啊，继续维持它的国防工业的运作。但是呢，反过来讲，俄罗斯对中共的这个军火出口呢，在近年却是急剧的下降，而且在这个俄罗斯跟中共继续合作的同时呢，俄罗斯呢，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嘛，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因为它这个在战争期间呢，西方对它的制裁很厉害，所以呢，它跟中共呢就去交涉。以前呢，俄罗斯是赶皮价的啊，卖石油和天然气呢，对中共是要高价卖出的。但是呢，自从战争之后，俄罗斯卖中共的东西呢，包括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却越来越变得要低价一点啊，要压价，因为中共呢就以此为砝码，因为要支持俄罗斯嘛，中共也不是白去支持它。
所以呢，他要求俄罗斯降价出售。所以呢，俄罗斯以原来的价钱呢低很多的一个价格卖给中共这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是非常不合适的。那普京这么做呢，也是别无选择，因为魔鬼做交易，魔鬼要的你的就是你很多的生命线的东西。那么你能够提供，那他就继续对你进行支持。因为现在来讲呢，中共他在玩一盘棋哈，一盘棋，他在西方继续是一边啊跟西方战狼腔叫着，同时呢又不断的假情假意的啊要跟西方搞好关系。那么俄罗斯这边呢是彻底跟西方翻脸，直接的、公开的、彻底的翻脸。所以说呢，俄罗斯这边呢，普京是别无选择。那中共这边呢是抱着球晃。那其实呢更加邪，当然西方不会上中共这个当啊，看得出北京的这个狐狸嘴脸。所以说呢，习近平这次呢到欧洲，并没有太多国家给他去迎接啊，去给他普遍的舆论都是对他表示讨厌啊，包括去法国，法国的媒体呢在习近平到访之前还播出了中共长臂在法国这个恶劣活动的一些报道，对习近平呢也是非常难堪哈。所以说，除了马克龙政府在法国，习近平都不受待见。那因此而言呢，习近平这套策略只能起到一个暂时的效应，却无法扭转整个世界孤立中共的一个趋势。但不管怎么样，他毕竟表面上不敢彻底的向俄罗斯发动战争，因为俄罗斯已经发动战争了，中共现在还没有去正式的去向台湾侵略。所以说呢，在这个程度上来讲呢，习近平目前为止他还有的玩，还有一点点空间。普京现在来讲呢，他已经丧失了很多的砝码。那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呢，还有一位在德国柏林的一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叫中文名字啊叫陈汉士，他是个西方人。他说呢，中俄双方啊彼此需要，但这种关系呢是越来越的不对称。中共呢是日益的占据上风啊，俄罗斯现在正成为中共国的附庸。俄中关系呢重心呢它偏移的一个迹象是呢，中俄双方的来往呢大多是一边倒。那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还有商界领袖呢，多是到中共国去啊，这个频率呢远高于啊中共的对等的商业界的领袖啊官员呢到俄罗斯访问的这个频率。所以说呢，他说现在呢，好像这个关系反过来了，以前是俄爹，现在俄罗斯好像变得有点像小弟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西方官员呢还越来越担心，因为中共一直在支持俄罗斯恢复战时经济，而且中共是独裁体制，俄罗斯呢也是这种寡头政治哈，所以呢，他们想动员一个全国的力量呢，有他们的办法，他们可以要求民营企业以这种其实是非法的方式，那以独裁的手段，以集中很多力量来支持俄罗斯的。那美国这边呢，要通过法案呢，你要经受舆论的考验呢，这样你才能一步一步的去支援乌克兰。所以说呢，民主国家它要有一个民众的监督，但独裁国家呢，它一切为邪恶独裁服务。所以说你民众没有发言权，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俄罗斯呢，源源不断的得到中共这边的支持。所以说呢，西方官员呢就担心，在这样的支持下，在乌克兰战场上，双方打的会继续是难解难分，变成真正的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消耗战啊，消耗双方的力量。因此呢，在这个时候，西方呢也一直在想办法、想对策，甚至有的西方的官员呢是想到北约直接参战啊，这个是一个选项之一，但是现在还没有啊。那么目前为止呢，普京啊，在中共的这个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呀，在最近啊，不断的又对乌克兰产生攻势，包括在访问之前，就上个礼拜，俄军呢去对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势。那这次是这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呢，是一次最严重的越境入侵，那差不多让乌克兰的8000人啊逃离家园，不得不背井离乡。俄军呢，同时也在这个哈尔科夫州附近的叫顿涅茨克嘛，在当地呢也想扩大战果，不断的去挑衅、去出击。那在这个时候呢，乌克兰这边呢也是要抵抗嘛，他就要因为乌克兰本身呢它没有特别大的后方，他要等北约国家的支援，所以说呢，北约的军火就不得不不断的去支援乌克兰。俄罗斯这边呢，由于中共的支持，他有能力不断的又对乌克兰呢进行反复的这样的冲锋哈。那乌克兰这边呢，在北约的支持下，不断的做出抵抗的动作。那在这时候呢，乌克兰就像变成了一个裂变场一样，核裂变场一样，
整个两方势力的武器资源、人力、金钱、武器，你的库存呢，都在这儿去裂变、去消耗。这乌克兰就整个成了像一个裂变场一样。所以说这个消耗战打到什么时候？那这个东西呢，西方都一直在观察，而且西方明确的知道，俄罗斯之所以能挺到现在，就是中共在背后一直支持他。但中共有钱，中共也没钱，中共是搜刮韭菜的这些剩余价值，然后呢集中起来去支援俄罗斯。其实呢，中国人民一样是受害者，一样是俄乌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得到福利，没有得到红利。中共把大量的金钱本来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就去支援普京这样一场不义的战争。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讲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受害方。因此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就一直在敦促习近平要减少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的支持。就是上个月嘛，布林肯还在北京就跟这个习近平讲因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呢，它现在比较薄弱，因为一直靠北京的支持在支撑着。那布林肯呢就说，那主要支持者他就是中共现在美国方面呢，他对这方面已经是毫不隐晦，一直都在直接讲。而且呢，华盛顿方面就美国这边还一直在警告中共。那美国这边呢，可能会对处理军民两用产品的贸易的这种中资银行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警告呢，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一些效果，因为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呢，中共对俄罗斯的出口呢渐渐的放缓。不过它只是表面上的，它在暗地里呢还在进行。所以说呢，有些分析人士呢就提醒说，一些中共国的企业可能会把它的这种对俄罗斯的出口转变成地下的形式，可能用其他的银行或者通过中间商或者通过第三国的类似的有这样职能的机构把东西给俄罗斯，这都是有可能的。比如朝鲜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是吧？不过呢，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例证都讲到了俄罗斯现在越来越依赖于中共国。可是呢，俄罗斯呢，它自然也是有自尊的嘛。那很多俄罗斯的官员呢，其实自己也是不甘心的，他们也预见到了中共对俄罗斯这种蚕食、这种渗透，普京这种压上俄罗斯的国运跟中共做交易的这样的后果。所以呢，在这种言论出现之后俄罗斯官员就对俄罗斯过分的依赖中共的说法呢，就进行了反驳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说呢，中俄关系是伙伴关系不是依赖关系。当然，他这种反驳到底有没有力量，要看实际不能看只是他讲出的话。普京呢，我们知道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能不能允许中俄这种关系一直这样存在下去，所以也是个问号。所以这也是两方关系存在变数的一个非常大的隐患。那么说到这儿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 给大家放一下，很快我们就回来。你知道吗？我们上网时的浏览历史、地理位置、个人数据等，对很多数据经纪公司来说，都是一种可以贩卖国家的网络法的。要想保护好自己的上网隐私和安全，我们推荐您了解一下本期节目赞助商 Surfshark VPN。Surfshark VPN 采用军事级别加密技术，在上网时能帮助我们隐藏 IP 地址、加密流量，并通过加密隧道传送，让第三方很难窥测我们的网络数据。而且 Surfshark VPN 实行严格的隐私政策，不会保留我们的任何记录。一旦发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用卡还有 ID 出现泄露， Surfshark Alert 会立刻发出警报，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更为出色的是，一个 Surfshark VPN 的账号可以无限制连接，手机、电脑、电视、路由器都可以装上。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surfshark.deals/大宇，然后再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就是大宇，就可以享受独家优惠和额外4个月的服务。如认为不适合您，30天内可以申请全额退款。好的，那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那刚才讲到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我把这个 Surfshark VPN 的购买方式放到了我们聊天室的置顶留言里边。那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会放在留言区的置顶留言，所以方便大家去点击哈。那么我刚才讲到俄罗斯呢，现在可能是越来越依赖于中共。
那其实呢，这两方的关系呢，一直都在变化之中，既有相互依赖的时候啊，也有进行过非常彻底斗争的时候。像历史上啊，中共呢也跟这个前苏联干过仗嘛啊，就是所谓的打倒苏修，两边的这一意识形态，同样的意识形态，它也会互相之间进行这种较量。其实呢，共产共产党它的意识形态就是斗啊，它无论是他自己在那儿，还是说他跟别人都是斗。在中国啊，或者在这个国际上，它是搞不同的阶级斗争啊、种族斗争啊，但中共内部啊，共产党的无论是哪个国家共产党一样，它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一样的疯狂。任何共产党的组织都是这样啊，它的组织就带有斗这样一个成分。那么俄中关系呢，也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到来，因为以前俄罗斯也是共产党国家嘛，现在虽然不是，但是过去很长时间呢，苏联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总部嘛。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呢，双方也是纠葛很多。不过呢，普京在最近一次呢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啊，把中共跟俄罗斯的关系啊，完全把以前的这种双方互斗的历史呢掩盖了，讲的一堆的啊什么双方关系多么好啊，历史上多么一起进步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容易去捅破啊，非常容易去识破。那接下来如果直播最后我们有时间呢，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方面哈。那么最近这些年呢，俄中关系是什么时候发生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呢？是在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那边呢去占领了它克里米亚这块地方之后，俄罗斯当时呢就已经受到了西方的制裁，当时克里姆林宫就渐渐的开始转向中共这边，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经济免受西方国家制裁的大力的冲击。那这也是为什么之后呢，川普政府曾经提出过联俄制中共的这样的策略。当时川普政府我记得他有一个顾问叫博尔顿啊，这个人非常鹰派。那后来呢，跟川普好像关系也并不是特别的愉快。但是呢，在川普政府任期的时候，这博尔顿呢就非常支持联俄制约中共的这样的策略，包括其他的很多川普政府的鹰派人士都这样讲，因为他认为俄罗斯并不是西方的敌人，如果西方能够妥善的处理跟俄罗斯的关系，那是能够团结俄罗斯来去压制中共。但这个策略呢，因为西方的政治正确啊太严重。自从苏联建立之后，因为他跟西方一直在斗嘛，那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一直认为俄罗斯可能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所以呢，虽然它不是共产党国家，但是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恐惧啊也好啊，还是对它的反感也好啊，西方社会一直存在。而且按照一些说法呢，这个西方国家呢，在冷战时期有大量的这种策略的人士啊、国师啊、他的智囊啊，都是这种跟苏联对抗的这种思想的人。所以说呢，也许吧，有这方面原因，那么一直以来呢，就跟俄罗斯呢关系就永远搞不好。那么川普政府时期呢，甚至搞起了什么猎巫行动嘛，就针对川普的猎巫行动，讲通俄门哈。所以呢，在那会儿，川普即便想跟普京做什么也没法做，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做起来。所以说呢，在西方不断的跟俄罗斯这种关系恶化之后呢，在不断的制裁之下，俄罗斯逐渐的就偏向了中共，到现在变成了中共的，在一些评论者的眼里看，几乎变成了中共的附庸，这简直就是对俄罗斯人来讲也是没法接受的，是吧？那么，在2022年2月，俄罗斯展开了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后，不到3个礼拜，普京呢跟习近平呢就又宣布，特别是习近平喊的“俄中友谊没有上限啊，两国合作没有禁区”。那么从那之后啊，还真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共啊，俄罗斯把自己的国运绑到了中共身上，中共反过来也一样，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它的这个很多的经济也好啊，国防工业也好啊，跟俄罗斯的战车也绑在一起了。虽然习近平表面上不这么说，表面上还在搞这种长袖善舞的外交，一方面骂着西方，一方面又想得到西方的利益，又不彻底翻脸，不是公开的彻底翻脸。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想两头同时，但是很难哈。那在我们看到在2022年2月以后，那么中俄双方呢就一直深化这方面的合作，双方互相捆绑，在外交、军事、商业合作等等这些领域呢，也不断的会面。在华盛顿呢，它有一个智库叫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他最近呢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就说去年3月呢，习近平跟普京会面之后啊，包括俄罗斯武器系统所用的电子还有机械部件这些东西在内的很多关键的军民两用的产品，中俄双方这方面的贸易量是激增啊，大幅的增长。那这份报告里还说呢，中共这支援呢，帮助俄罗斯缓解了国防工业部门的压力，让俄军能够维持对乌克兰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那么去年呢，中俄双边的它的贸易额呢，按照双方的公布哈，他们的中俄双方的官方的公布是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这比普京设定的目标呢提前1年实现了。这说明中俄这个它的之间的这种沟通多么的密切哈，以至于俄罗斯呢，在过去2年啊，不得不在他们的远东的，就是跟中共国接壤的海关部门增聘1000个这样的工作人员，去应对不断增加的跟中共国方面的贸易。而且呢，人民币啊，在俄罗斯的出口结算中已经超过了美国了，它的比例上已经超过美国。俄罗斯企业呢，也越来越多的不得不啊，以人民币进行借贷啊，也有的家庭呢，不得不用人民币去储蓄，因为俄罗斯现在是别无选择，普京是把俄罗斯的国运整个跟中共就捆绑到一起了。而且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西方的一些品牌啊、大的企业啊，像麦当劳啊等等哈，那在俄罗斯呢，它的经营都受影响，很多的西方的企业呢，纷纷的撤离俄罗斯。那中共呢，也是看准这一机会哈，不断的让自己的这个企业去填补俄罗斯这个空白。西方这边一走，中共马上过来去填补空白。所以我之前刚才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川普政府的联俄抗共策略，其实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因为你西方一旦形成这个真空，那中共就会乘虚而入。你愿意把俄罗斯不断的推向中共吗？其实这样来讲，对于整个策略方向来讲，是比俄乌战争，我想啊，也许啊，它后果更严重的。所以呢，我想在这方面，西方真的应该从政治正确中走出来，真正的平衡去考虑如何去对待俄罗斯。那现在呢，俄罗斯啊，它这个国家里边，从手机啊，每个人用的手机，再到家用电器，很多东西，中共国的这些产品呢，都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那么去年年底呢，俄罗斯的新出售的汽车里面，大约是60%都是中共国制造的汽车，这让很多俄罗斯的他们的汽车企业都很烦啊，都很反感。而且呢，2023年啊，它整个一年不是差不多在俄罗斯新出售的汽车中60%是中共国制造的吗？这一个比例啊，还是2022年的2倍，就这整个一年呢翻了这么多。俄罗斯有个寡头啊，他的名字叫波塔宁，他控制的是俄罗斯金属一个产业。那他因为这个俄罗斯这边的受经济制裁影响，他也不得不把自己的部分的铜冶炼的业务转移到中国。所有国家都在从中共国撤资转移这个产业链，但是俄罗斯呢不得不因为捆绑太紧了嘛，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些关键产业转移到中共国去。像我刚才说的波塔宁这个金属业的巨头，他把铜冶炼的业务转到中共国，而且呢，这个人呢还说，随着这个西方制裁的压力比较大哈，他这个公司呢对中共的依赖呢也相对的越来越深。那么德国呢，一位研究俄罗斯经济的一个学者呢，他就说，如果没有来自中共国的进口，俄罗斯经济几乎马上就瘫痪，马上就陷入困难。这让中共国呀对俄罗斯有了更多的谈判的筹码。我们知道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啊，俄欧之间我刚才也提到了啊，俄欧之间呢，它是有几十年的油气联系、油气的这种贸易联络啊，被不得不切断。那中共呢，它马上就进来啊，去买俄罗斯的东西。那俄罗斯这边呢，当然你要压价出售，因为中共这边你不买的话，中共他会跟你耍把戏，他会跟俄罗斯也会玩这种心机哈，他会讲 OK，我可以从澳大利亚呀，会从其他国家去进口需要的东西，需要的矿藏，包括天然气啊、石油等等。所以俄罗斯这边呢，经不起中共这边拖，有的时候呢也得压价。那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对中共国的天然气啊，管道天然气的售价差不多是每个单位是6.6块美元。
那么2024年的第一季度呢，又降价了，每个单位是6.4美元，刚才是6.6嘛，是6.4。那相比之下，大家知道2023年呢，俄罗斯卖给欧洲的，因为它虽然已经断了联系，但是它还是有，不是说完全的100%的不出售的。那它部分的出售给欧洲的，它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每单位是12.9美元。那相应的，去年年底啊，按照这个卖给中共国的数据是6.6美元，少了一半儿。所以说，可见中共从俄罗斯这边获益多少。那当然了，俄罗斯这边呢，也从中共这边得到了这种消耗战的延续，双方各取所需。我想呢，俄罗斯这边恨中共的应该很多，普京呢也不会，他作为所谓的想做政治强人，他能甘心让中共这么去揩油吗？所以我想，这绝对是中俄两边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现在双方是各取所需，往后看看他们这个双方的关系会怎么走。而且呢，路透社呢上个月呢还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显示呢，未来4年呢，俄罗斯对中共国的这种天然气价格呀还会逐步的下降。那最糟糕的呢是2027年呢，可能要比2023年还要下降45%。那意思是什么呢？2023年卖6.6，那每个单卖6.6，那到了2023年几乎要降了一半嘛，那可能就3块多，那简直是白菜价，是吧？所以俄罗斯会不会甘心这么做，这很耐人寻味。不过呢，相对于这个中共跟其他世界体系的这个交易，那跟俄罗斯呢，其实相对来讲还并不是最多的。那中共跟欧洲呢，跟美国，它的这个贸易它活跃度还是要比俄罗斯更高，因为俄罗斯毕竟受这种限制制裁的影响，它没办法那么公开的去做生意，所以说还是有很多不便。那么，像我刚才说的，那中共如此巧取豪夺，那俄罗斯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很多。那俄罗斯官员呢，也对此呢颇有微词，包括俄罗斯的它的企业主，俄罗斯呢有一个汽车的制造商叫拉达汽车，他呢就在抱怨说，中共的汽车企业通过提供大幅的折扣，挤走了拉达汽车。就是低价倾销俄罗斯市场一样的。中共呢，他对西方国家就是现在在搞这样。习近平为什么讲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还有太阳能，他就是看到这3样现在是整个世界的商机，整个世界都在围着这个新能源在转嘛，所以中共呢也提供了这样的选项。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断的在海外去强制技术转让，当然这是外国企业到了中国之后强制技术转让，在海外呢，它是利用骇客去不断的进攻，去窃取外国机密，包括外国的这个他们的专家人员间谍特务去给中共提供这样的情报，不断的去把外国的专利、他们的技术拿到中国来。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能掌握一定的技术吗？然后它生产出很多科技产品，去低价倾销。为什么能够做到低价？因为中共呢，它是靠政府补贴。其实呢，你说中共企业，外国你说是企业，那是企业；中共企业那能叫企业吗？其实它背后就是中共政府其实就是中共政府直接披着企业的外衣去抢占国际市场。那你任何企业你再强大，你也不可能干过一个政府对不对？毕竟中共现在占据着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的位置嘛，所以说他以政府的身份去跟世界其他企业去竞争，哪个企业能干过一个政府呢？所以说中共就在这么搞。那习近平搞的这新3样叫做新质生产力、电动车、锂电池还有太阳能，它就是通过窃取外国技术之后，大量生产这种产品，新能源产品，然后不断的以低价倾销，抢占国际市场。那现在呢，美国和欧洲就看到这个危机了嘛？美国最近就看到这个，情况就不行，他就提出了这个关税，像拜登政府呢，就是拿出了180亿美元，他这种180亿美元的价值的商品针对这些商品呢提出了关税提高了很多。那么欧洲这边呢也在考虑，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趋势。那相对应的，那普京呢他是过度依赖中共嘛，所以说呢他的很多政府内部呢也有争论。整个呢克里姆林宫它现在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情况相对于中共来讲，它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情况。那不仅呢要靠中共这边呢去维持的国防工业，
而且呢，甚至需要因为中共国它生产晶片本身并不是非常发达，对不对？但是俄罗斯这边呢，还是要依赖中共国的晶片来维持它的军队的运作，维持它的军队里面生产一些科技产品啊，它的一些需要这种计算机维护的产品呢，它还是需要芯片。那这芯片从哪儿来？去中共去生产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共生产的芯片虽然不怎么样，但是呢，它依赖窃取外国技术，它不断的在更新。所以大家看到，最近拜登政府对中共寄出的关税制裁中呢，也包括中国的芯片。很多人都可能觉得很意外，说从来都是美国去防止中共去买美国的芯片，怎么美国开始防止中国的芯片卖到美国？中共国的芯片谁能买呀？但是呢，有一些业内专家已经看到了，因为中共国不断的在巧取豪夺外国的技术，包括挖掘台湾还有美国的技术，甚至专家，台湾的一些专家，那到了中国去生产这个芯片。所以说呢，你保不齐什么时候中共国它是搞这个芯片山寨出一定的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防。而且它这个是一个流氓的手段，你说你是正当竞争也行，它是一个不正常的。他偷来的东西之后呢，他做出东西，而且它品质是参差不齐，它没有一个质量保证。那他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又有可能有国家安全危险，因为他可能在芯片里呢放置有害于别国国家安全的东西。那他以这个东西呢去卖，卖的时候那就是低价卖。你说这种流氓简直就耍到家了哈！所以呢，美国现在就不得不防就直接把中国芯片也放到了关税里面。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呢，它就一定程度上在依赖中共国生产的芯片，这已经发生了，而且呢，甚至一定程度上依赖人民币。其实普京来讲，按他来，如果他没有困难，是绝对不会迎合北京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一个提倡。那确实，现在人民币也没有国际化，困难重重。现在美元依旧是无法撼动的世界货币霸主，人民币呢，只是在个别的，特别是俄罗斯这样的地方不得不采用它，才在那儿流通。那俄罗斯可以想见普京这边也是真的是，一肚子窝囊气哈。那中共这边呢，当然了，你也不能说它是一概的都是给俄罗斯，俄罗斯也在给中共，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军事强国、军事大国。那么俄罗斯这边呢，有很多只有他和美国有的技术他可能呢要分享给中共比如说俄罗斯军工部门的一些比如说核潜艇包括航空母舰建造的一些技术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要跟中共国分享的。那包括一些其他的敏感的军事技术，雷达预警等等包括飞弹的这种弹道飞弹的它的设计、它的发射功能等等这些东西呢，俄罗斯它可能都要帮助中共，中共在这方面呢也是会受益的。不过，就像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中俄双方呢它是同床异梦双方呢它并不是说如此如胶似漆。我们看到普京他在前一天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呀，最重要的是当代俄中关系独立于意识形态还有政治局势之外，那双边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是自觉的战略选择。那普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句话对中共来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打脸哈。因为呢，普京这边呢，他在讲我跟中共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我跟他的政治局势也不完全相同，特别是意识形态。普京就明确在这里边强调，我跟中共不是这个在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呢，双方像普京说的是战略选择，现在呢才走到一起。什么战略选择呢？就一起对抗西方嘛，来维持在乌克兰消耗战，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普京这句话呢，就完全把他的现在的一个想法呢，真实想法都说了出来。我可以大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哈。那普京说的这句话所以从这句话呢，我们也能看到，普京呢跟中共他的合作也不是心甘情愿。好，我给大家显示出来哈，就这样。重要的是，当代俄中关系独立于意识形态还有政治局势之外，双边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是自觉的战略选择，权宜之计临时的
并不是真正的要跟你中共啊搞多么好的这种深度的交往。而且呢，中共这边也说了嘛，不结盟啊，不针对第三方。虽然他这么说吧，啊，但是能看出他既然要这么喊，就一定是双方关系的并不是像对外宣称的那样非常的巩固。那么习近平呢这边呢，他只不过需要俄罗斯呢作为对抗美国的一个平衡力量，所以一直呢跟普京啊在这边进行来往。但是呢，按照《经济学人》的观点，《经济学人》杂志啊，它也是西方很有名的一个刊物。他讲呢，俄罗斯打赢乌克兰其实呢也并不一定符合中共的利益，因为呢这可能会让西方国家更多的关注到中共国没有能够去把握俄罗斯，就双方关系可能并不是如宣称的那样，而且呢会关注到中俄两国对西方自由秩序构成的威胁。也就是说，俄罗斯如果打赢了乌克兰战争的话，对中共来讲也不全是好事儿。它会让西方更多的把精力聚焦在中俄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共本身。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那中共这边呢也存在一个利益的衡量。那么矛盾的是呢，中共呢要保持俄罗斯普京政权的继续，不能让普京丧失权力，因为你再上来一个人，你不知道他跟中共的关系会怎么样，所以中共这边呢也是小心翼翼在走钢丝。同时呢，普京的这个俄罗斯啊，他在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呢，他这个战争没有让中共当局很轻松啊，因为你知道啊，他打乌克兰整个陷入了一个战争的泥淖啊，陷入了一个持久战、消耗战，所以这也给中共打台湾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而且呢，反过来讲呢，西方也更加的在这场战争中呢，知道了要把这个防卫台湾呢放到一个更提前的位置上，提前在台湾地区呢巩固防务。所以说，整个这些做法呢，其实对俄罗斯啊，它的这个在乌克兰的战争对中共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让他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啊，所以两边呢现在维持这样的关系也是一个比较勉强。那像我刚才讲的哈，习近平啊，一边呢他要避免西方国家针对他，那另一边呢又要维持普京这个唯一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对他的支持，跟他能够站在一起。因为中共在国际上没朋友，像模像样的几乎没有。其他国家你说金砖国家啊，什么巴西啊，别的国家，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跟中共是像俄罗斯这样能紧密合作的。那只不过是因为利益走到一起，你有钱我就跟你啊一起表演表演，你没钱拉倒走人。现在是俄罗斯呢，你没钱，但是因为他跟乌克兰打消耗战，那不得不跟你呀低声下气的啊，让你用妇联主席来迎接。所以俄罗斯现在呢是不得不这样啊，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国啊，不得不去依赖中共。所以中共呢现在一边呢又要维持普京的这个政权，一边呢要在西方国家展示出一个好像是要跟西方国家继续合作的姿态。所以他这边呢也是在平衡，普京这边呢也是他面对国内的压力，因为国内也一样对他跟中共这种交往呢非常的不满意啊，因为简直如果说是严重点讲，就是丧权辱国呀！你把俄罗斯的这个矿物资对不对？天然气呀，还有你的这个石油啊，都低价的卖给了中共，然后呢，你的国防工业、你的生命线啊，靠中共来维持，然后你的经济、你的贸易，西方国家以前的这些公司很多都撤走了，然后空白是由中共企业来弥补，这些东西都是让俄罗斯人也都是没法接受，所以说普京也面临一个怎么样向俄罗斯交代啊，他跟中共这关系问题，所以普京一方面跟北京要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呢，他又要跟北京保持一个距离，保持这个距离呢是要给国内看，那搞好关系呢是为了现实需要，所以普京这边也很矛盾，那习近平也很矛盾。那两个矛盾的人走到一起，那肯定就少不了更多矛盾。他现在呢，两个人好像是 OK，我们盟友多么好啊，跟外界说了很多好话。但是我们可以往下看啊，看中俄关系，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局？当然，也许近年不一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想呢，俄罗斯按中国传统话讲，也是个虎狼之邦啊。中共呢又是个邪恶政权，两个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那你说这两个，当然我说这话并不是说俄罗斯人怎么样哈，
我只是说普京这个政权虎狼之邦。那么这两个他跟中共走到一起，都是很能算计的，那他们的结局我想一定不会好啊。那普京呢，在前一天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啊，他还里边，因为他大赞中俄关系嘛，其实里边掺杂很多谎言，包括说呢，什么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什么深厚的友谊传统啊，还有合作传统啊，而且这也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而且说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啊，苏联跟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啊，这个呢，就我想我们有初中文化的观众，或者说是哪怕对不对，小粉红可能都能讲出几句，他这个话里边呢太多的漏洞。那首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跟中国军人并肩作战，你把这话说给中共听，你是不是说错了对象啊？那当时中国啊，是谁在抗战呢？对不对？正面战场都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他的官兵一直在作战，浴血奋战。中共在背后呢是一直在捣乱，对不对？彭德怀搞了一个百团大战，还被毛泽东给批的不行。那么，普京又说啊，在历史上，中俄两国人民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合作的历史、友谊的历史。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知道啊，不说远的，就说在苏联呐、在1940年代的时候，日本人撤走了，那苏联呢就接管了东北。首先接管东北的是苏联，他是直接打进来的。打进了东北之后呢，在东北是烧杀抢掠都干啊，奸淫妇女。东北很多的这样的妇女呢，都是被俄罗斯的红毛子啊，这个我指的是苏共的啊，这些军人吧，给糟蹋了。然后呢，在东北呢，当时是世界上啊非常排名靠前的一个工业基地，非常先进。那日本人把东北呢建设的非常好。长春呢，现在的长春原来呢是伪满的它的这个首都嘛，啊，那当时世界上呢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都市，它整个的现在大家去长春市去游览的话，也能看到有些建筑修得非常宏伟，那个街道的设计呢也非常的规整，整个就是一个首都的气势，那就是当时日本人留下来的。那日本呢，在沈阳啊，在辽东啊，辽东半岛建立了很多工业基础，以至于辽东成为了被誉为东方鲁尔。鲁尔是德国一个工业区嘛，那么辽东呢，因此也成了一个东方鲁尔，也是日本人他在当时建设的，留下了好多宝贵的这样的工业基础。那俄罗斯人来了之后，能拆的全都拆走了啊，不能叫俄罗斯人啊，苏联红军啊，他们来了之后呢，能拆的都拆走了，然后呢，把女人奸淫，然后有一些抵抗者呢杀掉，就做了很多坏事儿。可以说中苏啊，中共跟苏共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呢就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受难史。那普京讲什么友谊传统、合作传统，简直就是胡扯。大家稍微懂点历史去翻看，都能看到这些历史哈。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到这里啊，跟大家更新一下普京到中共国访问的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讲一下俄中关系现在的现状。那么直播呢我们就到这儿哈，如果有互动呢，大家可以互动；如果我们可以再聊一聊，如果没有呢，我们今天就结束哈。谢谢各位的参与。